嗨，大家好，我是 GT。今天要讲的是有关于出料不顺的第2集，就是当我们猎鹰长时间之后，蛮常会遇到的问题。那在开始之前，有遇到这样问题的朋友们，都先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并且分享给所有也会遇到这样问题的朋友们。那我们现在开始。那这边呢，统整起来分成2个方向，第一个就是回抽，第二个就是喉管。在上一支影片有特别去提到说，如果我们今天猎鹰已经出现出料不顺，但是我们又想要让这一批的猎鹰键能够快速的印好，这个时候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把回抽这个参数关掉。通常如果解决的话，代表说回抽的参数可能设置的没有很好，所以我们这边介绍一下回抽或者是回缩，它到底对3D 猎鹰机代表什么。先提一下，如果今天没有回抽的时候，那3D 猎鹰机在空跑的过程中，喷头内其实是始终会含有线材的，所以它其实有可能在空跑过程中滴下料到猎鹰键上，或者是在猎鹰的过程中会溢料。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呢，就有回抽这个内容出现，就是让猎鹰机在空跑的过程中让线材离开喷头内。那影响它的参数其实就有2个部分，一个是回抽速度，一个是回抽距离。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把回抽速度变得很快，回抽距离拉得很长，那它只要一开始空跑的时候，线材就会立刻，而且很大一段被拉出离喷头很远的地方，所以喷头在空跑的过程中不太可能会低掉，甚至来讲它也可以解决掉拉丝的问题。但是因为拉丝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通常会跟线材的种类啊、温度还有空跑的速度有关，所以这边不特别去提。那我们特别提到的就是出料不顺。如果我们今天用的线材呢是比较软的，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回抽距离又拉得很长，这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就是这个线材呢，在猎鹰过程中会不断的被击出轮上下带。那这时候呢，在击出轮部分，线材跟击出轮就会被磨损，它会导致它的线径变小，会让你接下来的猎鹰变得不漂亮，看起来好像出料不顺。第2个部分呢，就是如果你的线材是具有弹性的，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的回抽速度开得很快，所以你的击出轮快速在带动的过程中，很容易就会卷进去你的线材。它会直接导致你击出轮无法工作，让你的整个猎鹰都完全失败。那提到这2个问题之后呢，特别提到第3个问题跟回抽是有关系的，就是喉管。喉管呢，它其实它算是一个独立的部件，但是如果它在散热这个地方没有做好，它可能散热条件没有特别好，但是我回抽的速度跟距离又调得比较极限的时候，它就让比较热的线材带到喉管内部。这样的问题呢，就让喉管内呈现熔融态。这种情况下，就会让你接下来的出料阻力变强，让你整个出料变得很不顺。那这样的出料问题呢，跟后面我们大家讨论的喉管其实也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接着透过把喷头零组件去做不同的构造跟功能介绍之后，我们也会看到说喉管到底真正在对于3D 猎鹰机它的运作是什么样的情况下，那散热到底对于这一个猎鹰的过程中到底起到什么样重要的关键因素，我们等一下去看我们的展示影片。好，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有一种出料不顺可能会跟喉管比较有关系，那我们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那因为喉管本身很小，所以这是一个原厂的加热块，那它使用的规格是这个 E3D 的 V6。那因为这个加热块它其实非常的小，可以看到它其实在手上体积很小，所以在介绍上其实是没有办法很清楚跟大家讲，所以我们就猎鹰一个3倍大小的这一个喷头组在这个地方，那这样大家看的话比较清楚。那从下到上呢，分别这是喷头，然后这个是加热块。那这边放的位置是加热棒，这边放的是热敏电阻去感测温度的。上面这个部分呢是散热块，那这边这个是铁封管。那我们翻过来看里面的构造。那刚没有介绍到的就中间这一节，刚没有看到的就是里面的这个喉管的部分。那我们先把它组装上去。好，我们组装好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地方用到的是全金属的喉管哦。那在这个地方呢，当我们把线材放进去的时候呢，可以看到这样其实一般来讲猎鹰上都会变得蛮顺的。那当下面的温度如果我们设定的太高，可能一样是用 PLA， 但我们用的温度是225度的时候，那这个地方呢，它可以很顺利的熔出来。但是因为喉管这个地方，它跟散热块如果散热的效率不好的时候呢，会导致喉颈的这个部分，它的温度变得比较高，让这个地方的线材呢，它呈现玻璃转化温度，就是变得熔态。所以当今天回抽往后拉再往前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它的摩擦力会变比较大，所以一开始可能会卡料，
然后时间一长呢，这个地方就容易出料就完全不顺，然后料最后就停住了。这是常见的一种方法。可能性呢，就是这个线材本身的品质不好，里面可能有金属碎屑啊，或者是有木材碎屑，所以 POA 部分呢都可以完全的挤出，但是里面杂质的部分呢，就在里面形成积碳，或者是就直接卡了一颗金属球在这边，那它没办法从喷嘴的地方被挤出来，所以最后就会卡一整段料在这边。那它的解决方法呢，就是你必须把这个喷头加热组块完全拆开来，那从喷嘴或者喉管部分用金属棒可能把里面的这个积碳的部分把它顶出来。那这个部分呢，因为它的这个学问其实蛮多的，不管是这个喉管的选择，所以我们之后呢可能会有一系列影片在讲喉管该怎么选，还有加热块的升级。所以对于这个 Prusa 有兴趣的人，想要升级自己的 3D 列印机的，那记得一定要关注我们接下来之后的影片。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好，我们刚刚看完那个有关于喉管的展示影片之后，大部分都把出料不顺的问题都解决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做最后的整理，就是如果我们今天遇到出料不顺的时候，我们应该去 check 的5个项目。第一个就是喷嘴，喷嘴是否离底板太近了，会影响到线材的正常挤出。第二点就是温度的选择，我们所选择的温度是否有对应到线材的种类。那如果已经对应到了，但出料是不顺，那我们不妨让温度增加5度、10度，那看看能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第三个就是有关于挤出轮的部分，我们要检查线材跟挤出轮是否能够正常作动。当挤出轮在运作的时候，能否让线材正常的被拉进这个喷头内。第三个就是回抽，如果今天出料不顺的时候呢，我们降低回抽的距离跟回抽的速度，看看能不能解决掉这个问题，因为有可能是我们回抽的参数设置的可能太过分了。那如果上述这4点还是没有办法解决掉我们整体这个出料不顺问题的话，我们不妨就看一下喉管这个部分。那有可能是散热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可以看看我们的散热风扇是否有正常在运作，那它散热的效率可不可以再提升一点。如果都没有办法的话，那问题可能就在喉管内部，这个时候不妨就会考虑一下是否要去更换一个喉管来解决整体出料不顺的问题。好，那我们整个有关于出料不顺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那如果有解决到你的问题，你一定要按喜欢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可以的话，请尽量把这支影片分享给所有也有遇到过有关于出料不顺的问题。那我们就这支影片到这边，谢谢大家，拜。